Hello，大家好。昨天直播出现事故，忘了点这个开始直播了，结果变成录播了。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母外翻相关的东西，主要是一些锻炼的方法。有的是从我看一下这个，哎，等等，这个聊天又出问题了。好，我现在能够看到聊天室，但是不太清楚这个能不能留言。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主要是讲母外翻相关的东西。母外翻呀，现在发病率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女性，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高好几倍。呃，主要的原因呢，现在从多种数据调查，还有临床观察，各种文献的检索看呢，主要就是因为不同的鞋型造成的，特别是这种尖头的高跟鞋。如果你的脚不是那种摩顿足，就是是第二个脚趾最长，然后其他的大拇指也短，其他的短，就是一个尖形的这种脚型，穿尖鞋就是比较舒服，穿平底鞋反而会不舒服。其他的脚型，不管是什么罗马足啊，还是希腊足，它穿这种尖鞋的话，都会形成一个挤压，尤其是侧面的挤压，把不该承受力的地方承受过多的力，这样它大拇指的这个折骨关节这里就承受了一个非常大的剪切力，最后会让这个大骨头凸出来。好多人弄不清楚，说为什么叫母外翻？我这个大脚骨明明是往内凸出来的嘛。它其实说的是大脚趾的这个拇指这个位置往外，往身体的外侧去偏了，所以这个骨头显着鼓出来，所以医学上叫做母外翻。当然也有母内翻，母内翻相对少一点，但是也是有的，而且很痛苦。还有的就是小指这个地方，它是往内侧去偏的。我的脚就是小指这个地方往内侧去偏的，它跟你的，从小到大的穿鞋的习惯、走路的习惯都有关系。有的那个女同事就问说，哎，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啊，也没穿过那种很尖的皮鞋，那我也是母外翻很厉害，而且走路也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要说到它一个遗传的因素，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呢，尤其是很小的时候，你走路、行走、坐卧很多动作都是在模仿你身边的成年人，你的父母可能他的一些母外翻的习惯形成的这种走路的姿势、站立的姿势，就会让你复制下来，你就形成同样的动作习惯，最终也是非常容易达到这个母外翻的状态的。流行病学调查大概50%到88%都是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就是你去问说如果说这个患者有母外翻而且很严重的话，去问他的父亲或母亲，通常也有，甚至可能很多的直系的家属都是有这个母外翻的情况的。但是有了问题呢，我们就要去治疗。如果你去这种外科的医生那里去问呢，他会告诉你非常多的手术的方式啊，有磨骨的，有削骨的，有呃植入的这种，甚至我还见过一个病人，他是因为这个脚挤压的，把这个第二个脚趾都挤压的已经缺血，快要坏死了，最后没办法是把第二个脚趾给截掉了，截掉之后呢，他不挤压第二个脚趾了嘛。但是紧接着他就开始挤压第三个脚趾，所以手术对他的病情的改善并没有太多的帮助。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法、治疗方法，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告诉你说，哎，练这几招，练这几个动作，你就能够治疗母外翻，就可以让母外翻的状态变好，就可以减少你的疼痛。甚至我还看到有一些视频，就是做的非常痛苦的这种动作，哎，然后拍一个视频，拍个照片，你看这个之前弯的，现在直过来一点了，这种东西大家都不要相信啊。我们强调的一直就是，结构动态观念去看，然后功能是大于形态的。就是你虽然母外翻很厉害了，甚至可能超过20度、超过40度，呃，然后关节这里红肿，一碰就疼，一走路就疼，
我们不是要先把这个拇指掰回来，我们的功能的锻炼呢，主要是让它恢复它的足弓的功能，恢复它走路，然后站立这种动态的能力，而不是说要先让它的这个形态掰过来，先要让它不疼，这个是最主要的。那不疼呢？刚才我们说手术其实效果是不好的，不然它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手术方式。如果说一个手术方式治这个病效果很好的话，那它不会有其他的方式了。但是实际上，人的脚的这个足弓的问题，还有脚趾的问题，出现问题的概率非常大，而且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就很难用一种统一的方法来治疗，得到比较好的理想疗效吧。那又能看到很多网上在推广说，哎，这有一个支具，把这个拇指绑起来啊，或者用那种分指器啊，你睡觉的时候就去戴上，戴上之后就能减轻。这种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试过、买过，也有的很坚持戴了很长时间，能不能改善呢？如果你的脚拇指外翻不到20度，这个是有可能改善的。如果超过20度，甚至到了40度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通过这种器具来改善的，因为你白天的时候肯定是比你睡觉的时候时间要长的。那你白天一直让它属于一种不良的剪切的这种压力的状态下，你只靠睡觉那几个小时，只靠睡觉那几个小时是很难，呃TikTok 这里先不连线了，因为今天主要是一个动作的教学，不是聊天为主的。一会儿我们要带练一些康复运动的锻炼啊。是你靠这种器具，你晚上只是说睡觉静态那种放松状态下去戴几个小时矫正的话，那个是没有办法抵消你白天这种全身体重压在脚上这种压力的，所以就很难通过这种支具或者小工具来纠正这个母外翻。那有没有办法能够纠正呢？那我们就要从它的原理来分析。好多人只是关注这个大拇指这里，但是我们从中医或者从整骨疗法这种整体观念来看呢，是不能光看这个局部的，它实际上是改变你整个全身的力线。像前天我还有一个病人很有意思，是一个中餐馆的厨师，他就是没有母外翻，但是他脚莫名其妙的疼，食指这个位置脚背一着地就疼，疼的走不了路，而且他跟我说是基本上这几年每年都要发作几次，很痛苦。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早期的母外翻的一个形成原因。我让他脱了袜子之后，可以看到他脚掌这里出现很厚很厚的一个茧子，这就提示说，本来这个地方应该是脚掌这个地方应该是横足弓，它的横足弓呢应该是一个拱形的，这个地方是平常是不应该受力的，就是你不应该接触地面，普通行走、日常站立的话，但是它开始接触地面，而且开始磨出茧子来了，就说明它的这个足弓、横足弓已经开始塌陷了，就是有点向扁平足的方向去发展，但还不是那种完全的扁平足，它是有足弓的。足弓是分3个有内足弓、外足弓两个纵足弓，还有一个横足弓，3个足弓功能也不一样。它这个横足弓的前脚掌这个横足弓的塌陷，就会导致你的母外翻，还有脚趾的内翻，还有其他的一些前脚掌的问题，包括你的弹跳能力、你的这种缓冲能力、足弓的缓冲能力都会下降。这个是一个很早期的症状，很典型。治疗呢其实不是很复杂，很多时候通过功能锻炼，通过你换鞋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的。忘了把灯打开了，把灯打开一下。好，灯打开了。哎呀，这个直播就是手忙脚乱的，还是不太熟练。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几个锻炼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最后介绍，叫一个前脚掌内移这个动作呢，是专门针对母外翻还有横足弓的问题的锻炼动作。这个已经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见证，是最有效的动作。其他的像传统的一些短足运动啊，还有让你抓毛巾啊，这都比较传统的方法。现在通过肌电图的这种验证呢，发现效果并没有那么直接，所以好多人练那些动作练了很长时间，很努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然后这种动作呢，你去做，如果真的学会做对的话，它对这种康复是非常有直接明确的效果的。当然，控制能力要求相对高一点。我看网上也有介绍去用这种弹力带去做的。我呢觉得是弹力带是很好的一个康复锻炼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它的学习曲线有点高，就是好多普通的人啊，普通的病人，他买了弹力带，甚至都买不到正确的弹力带，因为弹力带品牌也好，型号也好，非常分类非常多，大多数其实是达不到治疗要求的。呃，你买到正确的那个专业的弹力带又特别贵，然后你又不会用呢，不会用你又很吃力，而且从生物力学上来说，你如果是自己去用手或者用其他的肢体来固定这个弹力带去做抗阻训练的话，你很难控制，因为你要顾及不同的肢体控制能力，然后力度。那今天呢，我把原理讲清楚，然后教大家一些不用太多工具就可以达到同样锻炼效果的方法。主要还是用这种肌肉能量的理论，或者说我们传统站桩，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静态拉伸，或者说是静态的这种整体力的训练。那好，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先开始。我把镜头调一下，这样大家能够看到我的脚。一开始我们先做个热身，也是上次做腰痛直播的时候，呃，没有演示完的，就是腰痛呢，好多人觉得上次教的动作效果确实很好，但是难度稍微有点大，就是想问有没有更简单、更方便的方法。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或者说你觉得上次我们教的动作太难了，那你只要做两个动作就可以了。这两个动作呢，可以对腰、骨盆、下肢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放松。不管你有症状还是没症状，都是可以练的。可以当做一个日常的基础锻炼。今天我们就当做热身来做。第一个动作呢，就是转胯，这个不是转腰啊，是要我们让骨盆动起来，让骶髂关节、腰骶关节这个位置活动开。这个动作，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动作很少锻炼或者很少用到的地方。视频的评论之前也有一个网友在问说，盆底肌如果是太紧了怎么办？因为我在视频里说啊，如果是盆底肌放松的话，你练凯格尔、练提肛，练这种阴道哑铃，用这种工具你是可以改善这个盆底肌松弛的问题的。但是很多的问题呢，包括就是说男性、女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不光是盆底肌松弛，很多人是反过来，它是盆底肌过于紧张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放松。放松有专门的康复动作，今天我们不详细讲。但是这个动作转胯是可以放松盆底肌的，也可以让你的盆底肌，得到一个有效的双向调节。就是你如果是太紧的情况，练这个动作它就可以放松下来；如果是松弛的状况，练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它变得紧张起来，让它变成一个正常的张力的状态。动作呢，就是要求你有一个控制能力。首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如果觉得难的话，也可以稍微的再宽一点，然后脚就调到自己舒服的角度也可以。但是最好是能够两脚平行这样。然后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髂骨、髂前上棘这里，可以用手掐在这里，然后我们去找，让骨盆后旋，让耻骨往前。大家可以想一下 Michael Jackson 那个经典的舞蹈动作，然后我们就是往前，骨盆往前，这是一个骨盆往髂骨往后，然后耻骨往前的。我做侧面，大家看一下，可以稍微屈点膝盖，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舞蹈动作。我们不演示太多，这是一个今天的热身动作。因为下肢的立线问题，不光是表现在脚上，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表现在你的骨盆就开始有问题了。很多人是因为久坐、行走太少，下肢用的太少，
这是一个往前，那回来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往后，所以是一个前后，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左右，骨盆左右。这个时候呢，可以手放在肋骨下缘这里，控制住肋骨不要跟着动，不要说动作太大，这个身体跟着歪了。我们上半身肋骨往上是不动的，然后骨盆这样左右左右，前后左右的感觉都找到了，我们就开始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我先顺时针转50下，一、二。有的人练这个动作呢，就是提倡说要快一点练，快一点练可以很快的让你这个骨盆这个充血，让它有这种热的感觉，你很快就会有感觉。但是我们传统的话还是练的匀速慢一点，让每个角度都尽量达到它的最大的限度。这个就是日常没事的时候就可以转几下。好，转了50下，我们再反过来转50下。这个套的朋友不要再连麦了，我今天主要是演示动作，没有办法连麦。下次我去聊天的时候我们再连麦吧。好，谢谢。或者一会儿我演示完，我们可以连麦一会儿。现在不行啊，因为这边油管也在直播。膝盖也是尽量控制住，不要动太多。你膝盖如果动得太多的话，骨盆这里动的就小。你做熟练之后，就会感觉到，哎，其实我们骨盆在转的时候，肩膀、头颅，还有你脚底的受力的位置，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好，我再做侧面，各做50下，大家看一下侧面的。反过来50下。啊，正常的话，我自己练可能就都是100下，然后再换方向，然后做个3到5组或者更多。如果是有盆底肌的问题的话，一般我建议你至少要，每个方向转300下到500下或者更多，这样你的盆底肌才能够彻底松下来，或者说是，有点松弛的，它就重新紧张起来，恢复正常的张力。如果是腰痛的病人，或者是后背不舒服啊、紧张的人，练这个也是可以很好的放松，让整个后背的竖脊肌都能够放松下来。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晃腿，就是需要一个踏板，一只脚踩上去，这样呢，这只脚它是悬空的状态，这样我们可以让整个这个下肢它是放松，每个关节都是打开的状态，然后就是前后摆动，不需要摆动的幅度很大。可以配合摆臂，让骶髂关节，就是后面这里关节，能够有一个往后的移动。日常我们生活都是往前走多一点，往后就比较少，所以有意识的就往后一些。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就是不要摔倒，不追求幅度，也不追求力度，也不追求速度，
我们就是放松的，让这个关节能够动起来，可以把手放在这个骶髂关节这里，感受一下它的活动。好，我们再做一下这条腿。好，不用做太多，今天就是简单演示一下。如果是有腰痛问题的朋友，可以把这两个动作作为主要的锻炼动作。那今天我们主要还是要讲足踝。那除了刚才这个，你说这两个动作，我也觉得费事儿。那我们就是可以买一个这种足底筋膜滚轴，放在脚底下，一只脚轻轻的踩上去，就一定是站着练，不要坐着，然后前后滚动。我先讲一个这种测试吧，就是大家的下肢力线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多人他是一只脚母外翻更严重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腿的分工不一样，一条腿是重腿，一条腿是轴腿，一个负责承重，一个负责转向。嗯，我们正好讲一下这个测试呢，也是一个挑鞋的方法。刚才我们说，好多人穿这个尖底的高跟鞋会出现这种母外翻加重情况嘛？那应该怎么挑鞋呢？之前有人一直在问我说，让我讲讲赤足鞋。我本来是很推崇赤足鞋这个理念的，因为它是反对现在一些不好的运动鞋啊，一些因为时尚的一些造型的鞋出现的一些足部问题而设计的理念。这个理念呢，一开始是非常好，就回归本源嘛，就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人类的足部的状态。但是呢，它这个概念一旦被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这十几年，我试了很多的赤足鞋品牌，很多的型号，有的赤足鞋的品牌，有的型号就已经是完全忘记本心了，就变成这种什么屠龙少年最后变恶龙了，它就出现一些新的赤足鞋不合理的情况，你穿上去赤足鞋反而不舒服的情况，尤其是你脚部有问题，比如足弓的问题，或者是母外翻呀，或者是足底筋膜发炎的情况，你穿上赤足鞋，你发现疼得更厉害了，而且并没有治疗的作用。那我现在选鞋呢，就是主张大家还是通过实际测验检验一下这双鞋适不适合你的脚，适不适合你的足弓的状态，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但有一些基本原则，我拿我自己穿的这个鞋演示一下啊，就是第一个，你前面要够宽，这也是赤足鞋最开始的理念嘛，就是它够宽，才能让你的脚趾在在这个鞋里面能够充分的自如活动，而不是说有的过于时尚的款式啊，或者一些运动鞋，它因为为了做的好看，你那个脚趾在里面是卡的死死的，甚至是处于这种扭曲的状态，没有办法伸展活动的。所以你要买鞋的时候，你每一个脚趾都要离你的脚趾有大概一个横指的这个距离，要有一点空间，而且你是要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去挑，因为我们一天的时候，走了一天呀，或者工作一天，你到傍晚的时候，这个脚是最肿胀的时候，它那个时候才是你挑鞋最合适的时候嘛。你要是早晨起来，那脚正好消了肿的时候，你去挑，那你挑了一个合适的鞋，到了下午傍晚又不合适了嘛。然后鞋底呢，就不要买那种脚翘的很厉害的，就尽量是平底的，然后不要有太多的落差，然后不要有足弓支撑，不要有气囊，这些都是正常的人类不需要有的东西。它是很多是理念是为了特殊的功能去做的这些东西，但是推广到太多的鞋就扩大化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东西的。你可能有的东西是为了说剧烈运动的时候缓冲保护用的，但我们日常行走、生活、工作，你不需要剧烈运动啊，所以那个东西是没用，反而让你的足弓和脚部还有小腿的肌肉更容易疲劳，腰部更容易疲劳，反而对身体是一种恶化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日常工作穿的老北京布鞋，大家买这种布鞋呢，也是一样的原则，就是它一定要前面是够宽，你的脚掌、脚趾能够充分的活动，前面也要留足空间，
然后一定要买这种布底儿的，不要买那种就是说为了防滑弄了一个橡胶底儿，好像跟你说你这个鞋能够穿得更耐久一点啊。首先，任何鞋你穿时间长了，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它变形了以后，或者说磨损了以后，就不要再穿了，换新鞋吧。不要说一双鞋我穿10年8年，你像我父母那辈，他们真的是一双好皮鞋穿10年8年。我就记着我小时候，我父亲他那个皮鞋老是内侧的脚跟儿这儿磨得很厉害，所以他买了鞋以后，先去找鞋匠，那时候还路边有鞋匠嘛，就给他钉上那种铁的那个防磨的，这样把那个铁的都能给磨没了，然后也不换鞋，实际上那个鞋都变形了，就已经跟他刚开始挑的时候状态都不一样了。那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好多人是反而换鞋过于频繁了，找到一双合适的鞋也不容易。所以这是一些挑鞋的建议。然后我们怎么去做实验呢？很简单，就是单腿独立，金鸡独立嘛，就是把一只脚立起来。这个时候呢，你看一下是不是稳定的。我现在是光着脚嘛，然后另一只脚看看是不是稳定的。然后第二步呢，是把两个手抬高，这个在整骨疗法里面叫 Stock 实验，就是两个手抬高，一定要超过头顶，然后再单脚站立。你看看是更稳一点呢，还是开始变晃了？然后再换一只脚。我手抬高以后呢，我就站得比，手在下面的时候更稳一点。这说明我后背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当然，Stock 实验它是要求有一个人查一下这个髂后上棘还有第二的这个关节，看看有没有骶髂关节的紊乱。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感受一下有没有晃，有没有稳。嗯，好多人的本体感觉是没那么敏感的，那你可以架一个手机，然后放在这里自拍，或者是找朋友、家人帮你正面、侧面拍一下，你站立个10秒、15秒，然后你再看这个视频，你就能够看到你的头有没有晃啊，肩膀有没有晃啊。有的人是5秒、10秒都站不稳的，这就说明你的足弓的状态，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力线稳定性是很差的。这个时候你去挑鞋，你把鞋穿在脚上，然后你再去做单脚站立，然后两个手抬起来站立，看看，如果这个鞋合适呢，你是应该能够站得更稳的。如果这个鞋不合适，你就可能就开始晃了，就晃得更厉害。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鞋就不要选了，哪怕它再好看，哪怕说是再是名牌再贵，它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我之前上这个足踝课的时候，呃，就是教大家挑鞋的这个小实验嘛。有的学员就是已经被洗脑了，就是觉得，哎，我花很大价钱去定制的那种高级鞋垫是最好的。然后最后呢，我告诉他实验，我们去周围的学员都看到嘛，就是你把鞋垫放在那个平地上，没有鞋，然后你踩在这个鞋垫上，你就是开始变晃的。然后你把这个鞋垫去掉，你那个鞋反而是站得更稳的，就他就很难接受，就是你沉没成本太高了嘛，就你要不然就是承认自己被这个定制鞋垫的机构骗了，要不然就是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很多人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的，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诚实一点，你实验情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呃，它开始变晃了，这个鞋就是不合适。赶紧就放弃掉就算了，挑一个更适合你身体状况的鞋，因为你每天都要穿鞋嘛，你不是说整天都是光着脚的，在家可以光着脚，在外面光着脚的机会相对少一点，而且很多时候路面的情况并不允许我们这种光着脚去日常生活工作呀。好，这个是小测试，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说足底筋膜滚轴嘛，好多人觉得这个小东西没那么大的作用，但我就特别喜欢在我那个足踝课上面做这个实验，就是哎，你先试一试，第一个就是试试你的鞋、你的鞋垫是不是真的像它宣传的那么好，那么有效果，还是说它反而破坏你的平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实验，拿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哎，你就在旁边，我盯着你，你一只脚做个3分钟、5分钟，然后换一只脚再做3分钟、5分钟，然后再做测试。我们去拍视频也好，去自己感受也好，都能够站得更稳一些。
我回头会把这个链接放在是这个直播回放的这个说明栏里面，大家一定要买一个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全家男女老少真的都需要，而且它对身体的锻炼不光是恢复足弓的问题，它还能够改善很多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讲了。这是足底筋膜滚轴，好，我们就今天主要讲几个动作。我为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我就把这个裤子弄到小腿这里，这样能够看到我小腿的肌肉。看这个视频是不是看不太清楚？我再往后一点。网上一般流行的都是告诉你说你要做短足运动啊，跟你说，哎，短足运动就特别管用。但是短足运动确实是好，但是它主要是恢复我们说的这个纵足弓的功能，就是两侧的这个足弓的功能。所以对这个横足弓的锻炼呢有，但是效果不是那么明显。当然，它比抓毛巾的效果又好一点。传统抓毛巾就是让你去做，好多人掌握不了动作要领呢，就光动脚趾，这个就很难作用到这个足弓的部位，所以效果就比较差。当然也是，如果能够坚持锻炼的，也能有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传统的一些功法，如果你确实控制能力到的话，呃，就是一些易筋经的核心技术了，这块我们就不讲了，那个难度有点大，它要配合呼吸，配合身体的其他部位做。我们就先拿这个短足运动来说一个例子吧。我看很多台湾的博主都是推广这个短足运动，推广的很多。这个呢是十几年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它要恢复足弓的功能嘛。但是我临床上观察呢，很多人他不是足弓塌陷的问题，因为扁平足是很多人很重视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扁平足，而且扁平足它只是一个足弓的形态，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有病理的一个问题。从大数据上来看呢，就是扁平足呢一般是在沿海地区，我说的是中国啊，就是东南沿海地区扁平足的比例就比较高。嗯，学术上的解释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地区的人他可能是出海打鱼的比较多。那在海上呢，你过去那种比较小的船嘛，小舢板的话，你是需要有足够的平衡能力和抓握能力，就是让脚尽量贴到床面上，船的这个甲板上面嘛，你才能够站得稳，在风浪里面能够站得稳嘛。所以它就演化，所以这里的人扁平足就更多一点。然后像山区的人呢，他就是高足弓的更多一点，扁平足就相对少一点。但是扁平足，有问题，但不是绝对有问题。好多人就来了以后就说，哎，我扁平足，但是我一看他其实是有足弓的，而且我就会跟他讲，扁平足不是问题。比如说这个飞人博尔特，他就是很严重的扁平足，而且他还有这种脊柱侧弯，他只是一个他的生理状态。然后他的生理状态呢，就更适合他的运动。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或者你身边有认识的朋友做田径的，可以观察。所有的短跑运动员都是扁平足，或者说没有扁平足，你的短跑成绩会有一个很大的瓶颈。如果是高足弓呢，他就很难有这种短途的冲刺的能力，但是他的弹跳能力会比较好，所以跳高跳远的运动员，他的足弓就比较高。然后我看到很多大众健身的，就是喜欢马拉松啊、喜欢慢跑的人，他其实是一个高足弓，但是呢，他选择了这种马拉松运动或者喜欢这种长期的慢跑，所以就和他的这种身体结构呢有一些矛盾，最后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长期的慢跑，它这种反复的应力，对足弓的破坏是比较大的。如果你穿鞋不合适或者训练计划不合理的话，非常容易导致这个足弓的蜕变，就是你的足弓的弹性变差了。我们说你不管是扁平足还是你高足弓，只要你足弓的这种弹簧一样的这种收缩能力是正常的，那它就不会有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你不管是足弓多高，或者你是脚有多扁，你这个脚都会疼，脚都会变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代偿性的出现膝盖啊、骨盆、腰部的脊柱的问题。短足运动就是一个恢复足弓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方法。它的要领呢，就是你尽量保持足跟还有脚趾部位是不动的，让这个足弓这个地方，就是脚心两边这个位置能够升高下来，升高下来。我从侧面做一下看看啊，这个离得比较远，就是让我们这个足弓撑起来，然后落下来，然后这个过程呢，你先要找到这个感觉，好多人是不会做的。然后做到之后呢，你要想效果好，就不是一下一下做。我们之后的所有运动都是这样的，你神经系统要学习，肌肉要学习，结构要改变，一定要你给它一个时间反馈，让你的大脑记住这个状态。所以你至少要维持这种拱起来的状态5秒以上，最好是能到10秒。我们锻炼的话，就是坚持做到10秒吧。我两只脚一起做，大家从侧面看一下。先撑起来，然后10、9、8、7、6、5、4、3、2、1，好，放松，放松一定要完全放松，就不要使用力。然后你放松之后呢，我们休息好了，再做第二组，两个脚弓起来，10、9、8、7、6、5、4、3、2、1。我读秒读的比较快啊，然后放松，至少休息3秒。就是这种神经重塑和肌肉重塑，一定是你要有这种神经反馈的观念。包括传统功法也是这样的，它是要有这种定式，定式就是要你这个动作控制，还有神经反馈，达到一个动作定型，它才能够有足够的效果。你如果这样去练，不用说，哎，我要抓这个脚，我要短足做多少啊，做多少分钟啊，做几百次啊，不需要做那么多，有3次，每次10秒就可以有效果的。我们再做第3次啊，来，两个足弓撑起来，让脚底、脚心这里离开地面。10、9、8、7、6、5、4、3、2、1，好，放松。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试一试。我是感觉我的足弓就已经有这种支撑的感觉，脚的受力更均匀，可以站得更稳一些。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足弓撑起来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足弓的脚面这里、脚背、脚心这里在动，实际上我的小腿的肌肉，比目鱼肌和腓肠肌，它也是在动的。大家一定要找到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我的小腿的肌肉状态，还有脚产生一个联动。好多母外翻还有足底筋膜炎，其实是小腿后面的肌肉已经没有力量承担，我们的跟腱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它才会需要足底筋膜，需要你的脚去变形。哎，我看看有人留言了，ZMKM，哎，欢迎啊！这个早上直播能赶上合适的时候不多。好，我们再继续讲。如果学会这个短足运动呢，最好的效果不是坐着，一定是站着。就是我们体重在这个脚上的时候，我们在做3组站着的状态。这个时候，我还是把小腿露出来，换一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的小腿的肌肉状态。往后一点，脚露出来，足弓撑起来，然后站稳，10、9、8、7、6、5、4、3、2、1，好，放松，最少3秒。站的时候呢，它足弓的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强度更大，但是效果也会更好。如果你的脚的问题很多，比如足弓的功能蜕变很差的话，或者是母外翻很厉害，最少要3秒，就是最好能到5秒，
能到10秒更好。你说我到5秒我就觉得有点抽筋了，那你3秒就可以了，可以多做几组。我们刚才说我做的是一组10秒，然后连着做3组，那你可以换成，哎，我每次做3秒，我做10组，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要根据自己身体状况来调，哎，不要说我都抽筋了，都已经肌肉痉挛了，特别是有的人他呃足底筋膜状态很差，已经绷得很紧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就不要去让它损伤了。这个它会痉挛就是一个自我保护，你要让它的压力更大的话，反而不好。所以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短足运动，再做第二组，足弓撑起来，脚心离开地面，然后脚趾和足跟是不动的。10、9、8、7、6、5、4、3、2、1，好，放松。放松的时候至少3秒，大家可以原地踏踏步啊，走一走都可以。我再来这边再做一下，或者我们想看一下后面吧，看一下后面我的小腿的肌肉的状态。好，第三组，足弓撑起来，10、9、8、7、6、5、4、3、2、1，好，放松。这时候我做完站立的，我觉得比坐的时候做效果会更好一些，脚底的感觉就上来了。哎呀，欢迎欢迎，以后有机会直播的时候多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留言。这是短足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母外翻嘛，你说我就是母外翻，然后呢，我又想尽快见到效果，我又不想练刚才那些热身的动作，哎，什么腰啊，这个短足运动啊，这些足底筋膜呀，我都觉得不直接。确实是啊，就是如果你是母外翻就想解决问题的话，有一个专业的动作叫做前足内移。它的道理呢，就是说，母外翻呢是由于大拇脚趾它一个旋转，然后同时往外翻，挤压第二个脚趾或者第三个脚趾，让这个整个足底筋膜这个横足弓塌陷造成的。所以它是反过来是要求有一个内收，内收呢要求是足跟完全不动，然后让前脚掌往内收，往内移动。我做一下，大家看一下就行。这个动作有点难度，我先坐着做啊，当然最好还是站着做。我们先坐着做几组看一下。看我的右脚啊，就足跟是不动的。你可以是直接过来，也可以就是让前脚掌离开点地面，然后内收，也是一样。我们说就是要有这个停顿，就是我们有内收之后停，1、2、3、4、5、6、7、8、9、10，好，放回来放松。这个就是它原始的说前足内移的训练。但是这个训练其实挺难的，因为它要求其实是，不能有内旋，只是说一个平移，然后你足跟又控制住。他想的设计目的呢，是希望说这个指骨、折骨能够横移过来，纠正这个母外翻的这种往内的这个动作，这个角度。但是临床当中就发现，虽然肌电图验证还有理论模型验证都是说这个动作是效果最好而且最有针对性的，但是做起来呢难度相对有点大。网上呢我看大多数都是建议用这个弹力带，就是用弹力带然后不动这样去做。这个呢我觉得是没问题，很好。但是刚才也说了，就弹力带它也有些学习曲线，你用手这样拉着或者把这里固定住，然后去做呢，呃，都是有一些问题的。然后我呢，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一般教患者呢，就是，这个应该网上应该没人这么做，我就是结合了传统的这个中医点穴，还有这种肌肉能量技术去做的。怎么做呢？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另一只脚来做抗阻，然后怎么做呢？把这个，呃，比如说我也练右脚
那我们就是把右脚的这个鼓出来的大脚趾、大脚骨这个地方放在左脚的太膝，就是内踝的下面这里。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保持中立位，然后脚跟不动，右脚的脚跟不动，左脚我们去点穴，点左脚的这个太溪穴，然后左脚控制住，不要让这个右脚产生位移，它就是一个肌肉能量基础的要求嘛。所以是一个停住停，这个力量多大呢？不需要太大，大家控制在5%到10%的力量就可以了。就是你能感觉到有这边的肌肉收缩，但是没有产生位移，不是说我把这边脚推动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做一下，你看视频的话就觉得我好像没动，没有用力一样，但是自己去照着做呢，就能够感觉到你的整个内侧的脚趾，然后足弓、小腿，甚至你的大腿的内收肌都是在发力的。当然不需要那么强的发力感觉啊，就是你感觉哎有在用力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大，5%到10%的力量，10秒钟，10、9、8、7、6、5、4、3、2、1。好，我们换一只脚，让右脚休息的时候，让左脚练一下。像我练习惯了吧，就控制能力比较敏感，我就会觉得从坐骨啊到这个腰都是有这种发力的感觉的，但是不需要那么大的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就可以了。10、9、8、7、6、5、4、3、2、1，好，放松，换右脚。10、9、8、7、6、5、4、3、2、1，好，换左脚。你这个脚的角度可以自己调整，调一个舒服的角度就行，然后也可以稍微的伸远一点，都可以，自己找的舒服的感觉就可以了。10、9、8、7、6、5、4、3、2、1，好，放松。如果累了，就可以中间稍微休息一下。我不累，我就接着做第三组了。10、9、8、7、6、5、4、3、2、1，好，放松，换左脚。10、9、8、7、6、5、4、3、2、1，好，放松。做完三组，我们感受一下。我是感觉就是每次练这个动作，照我说的这么做，第一个它的好处就是我们说按照，呃康复来说，就是我们的内收肌，然后前脚掌的这个内旋、内翻都是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的。另外呢，就是整个我们中医说的肝经、肾经都是会有这种收紧，起到锻炼的效果。同时呢，因为你把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太溪穴这里嘛，所以它对太溪穴也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就等于是一箭三雕吧，一石三鸟，就三个作用都有。我自己是把它当做一个保健锻炼的效果。日常动作，你看电视的时候啊，用电脑的时候，其实都是不影响的啊。你拿出我们刚才做三组，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但是锻炼的效果就已经有了。我站起来之后呢，就会觉得，哎，两个腿更放松啊，有一种放松的状态，脚站得更稳，这个足弓的状态更稳定一些。那我们再站着练一下，要想效果好呢，就是可以站着练。10、9、8、7、6、5、4、3、2、1，好，放松，换一只脚。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我们就不多演示了，就是站着做一组，站着难度相对大一点。好多如果你足弓或者是脚有问题的，可能就不太容易练，那就可以还坐着练。那有人说我想提高效率，我是不想这样一直交替的去做，我就想两边一起做。两边一起做呢，有两边一起做的好处，呃，很简单，你就找一个凳子就可以了。找一个凳子，我们就用这个凳子作为阻力，然后两个脚夹紧。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个气球啊，用一个瑜伽球，用个棍子呀、什么都可以，你自己舒服的东西就行了。然后我们内收，脚跟不动，然后两个脚的前脚掌往内收，5%到10%的力量就够了。它不是力量越大越好，5%到10%的力量可以在肌肉放松的状态下，让神经松弛下来，可以让这个拮抗肌放松下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好，我们正式开始。内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放松。你两个脚一起做呢，就是要稍微休息一下，我建议休息3到5秒钟，然后再来第二组。脚跟一定不要动啊，不要说我这个整个内收呢，你就变成用这个小腿和大腿的内收肌的力量了，它就不是脚的这个母外翻这里的力量了。5%到10%的力量，好多人说我不知道5%到10%的力量怎么控制呢？那很简单，你第一个呢，你说我先用尽全力，最大的力量，哎，夹住了，记住这个力量的感觉，然后放松，哎，我们找刚才那个力量一半的力量，哎，这个感觉就是50%的力量。好，我们再记住这个感觉，那我们再减一点力，再减到一半，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呃25%，但是其实是一般是能到15%左右的力量，然后我们再减一点点力，哎，就是稍微有一点压力就可以了，然后保持10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放松。我们做了2组了，再做一组，稍微休息几秒，喘口气，做几个深呼吸，不要着急。好，摆好位置，记住刚才的感觉，5%到10%的力量就行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放松。这种功能性的训练呢，就是看起来好像在偷懒，但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时候，我现在的感觉呢，就觉得大脚趾这里明显就放松下来，内侧放松下来之后呢，我这个足弓就能够撑起这个脚掌，站的这个明显就五指抓地，这个脚掌贴的地面抓得更牢一些，每走一步啊或者站立的话，就能够站得更稳一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做对了；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再调整一下刚才的动作细节要领，或者就干脆就换个方法。换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之前推过这个凝神捋线嘛。其实你没有这个凝神捋线的这个线，或者你说哎，我觉得太复杂了，那我就是简单的，呃，一步一停，我们先往前走一步，然后重心慢慢移过去，然后也是停5到10秒，然后迈步，但重心不要动，然后再停5秒，再重心再移过去，再停5秒，就是这样一步一动，然后仔细感受这个脚掌的变化、重心的分配，就是对一个足弓的很好的一个训练了。当然还有更高阶的，可能难度就更大，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么多了。这就是一个针对母外翻的功能性训练，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有好的效果的话，欢迎反馈给我。
或者是动作细节哪里有问题不明白的话，也可以给我写信，大家继续探讨。好，今天这个锻炼这部分就先讲这么多吧。如果是呃，哎，看一看聊天室，TikTok 还不太会看这个，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讲这么多。然后我想补充一下昨天没讲的，像昨天第一次下班的时候直播，有点着急回家吃饭，有点漏了东西。我是想补充点内容啊，就是前几天看这个王基洲王教主讲这个乌有之乡那故事嘛，我就想起来我当时跟他们也有一定的交集，间接的交集啊，不是直接的。当时我就没事儿去中关村那边逛街嘛，逛街结果就碰到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是其他班的中医学的专业的，然后他就拉着我，哎，正好来了，今天下午有个讲座，去不去听啊？然后我说什么讲座呀？结果他稀里糊涂的，他说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跟着一块儿去了，去了就真的是那个30平米一个特别小的房子，挤满了人，我们进去晚了嘛，就是在门边上都没座位，站着的。然后结果我一看，哇，这个厉害！稍等，这个 TikTok 它这个直播验证好，恢复了。谁讲的？刘晓波还有他老婆。我说，哎呦，这个放出来了。结果带我来这个人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哎，我说这个你这都不上网吗？嗯，反正当时这个各种奇怪的讲座很多，听了听，哎，讲的还是不错的。然后结果后来这个朋友呢，就是去了那个乌有之乡他们那个农场，他学中医学的嘛，结果应该就是在里边儿就是给人看病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刚学了1年，刚大一还是大二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中医的知识和技能的，所以就瞎胡闹。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像他们这种毛左啊，或者说极端的小粉红，或者是一些这种，他们其实是一个假想的一个中医，那个中医跟实际的中医没什么关系。比如老王说这个，他们用这个中医来养动物啊，养这个养鸡啊，养这个养羊这些，这个那明显是瞎搞的。这个中兽医是一门很严谨的学问。然后现代的畜牧业呢，其实你大规模生产之后，是发现很多问题，而且提前发现了很多现在化学药这种，现代医学的这种逻辑还有方法是有大量问题的。所以你像西方，尤其是北美、加拿大、美国，他现在就在反思这些东西，因为很多你大规模的畜牧业之后，它是远超自然的生长这种种群的数量的，所以它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些传染病和遗传病。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感染或什么，你用抗生素啊、用激素这些东西，效果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你再加大剂量的话，就更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在美国和加拿大这边，最近这10年吧，它10年或者10多年了，它现在就流行的是中兽医，它就是用大量的这个中国以前的兽医的经验，就是中医的一些经验，比如给动物放血啊，还有一些中草药来治疗这个动物的疾病，呃，治疗这些动物疾病，所以就是它现在有这种专门的中兽医的学院，还有研究生学历，然后也在实际的这种畜牧业当中在推广。但是你那些说的那个乌有之乡他们搞那个农场，那就明显就是他其实就是为了反对现代医学，他去号称自己支持中医的，我觉得是行为艺术。他那个根本就不支持中医，你要支持中医，你起码你看看书或者请专家来指导一下呀。他自己按他自己理解的中医的那些乱搞，那肯定是不成的。你像我原来在北京也认识农大的这种留学学这种兽医专业的，
这种教授啊，我们都交流过的，就他也很推崇中兽医的方法，因为手术也好，还有抗生素也好，它其实解决很多动物问题并没有那么好。就像我前一阵儿发那个郭勒姆医生那个视频讲的嘛，就是其实如果你治动物，因为动物它没有这种人的这种社会观念或者伦理，它就等于摒弃了很多这种安慰剂效应的东西，它就不会因为认为你是一个用西医的方法啊，你就是有这种权威啊，就有先入为主，觉得一定有效果的这种观念，所以就发现很多这种现代的兽医的方法并不是那么效果好，反而会有很多副作用。反而是一直实行，一直在这种小农经济也好，或者说历史上也好，它中兽医的这种中草药啊，或者说是针灸啊，你像现在赛马顶级的赛马都是用这种呃针灸来去做日常维护保养，还有治疗一些常见问题的伤病啊。还有我知道一些这种畜牧业牛羊啊，还有猫狗，现在也很多是。你像很多狗，它在现在城市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猫也是，因为很多狗它其实是不会爬台阶儿的，但是它在城市当中它没办法，它就只能是去跳这个台阶儿，就特别容易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是见过很多了，那个，当然动物呢，你如果真的是有效果，你像给它扎上针灸，它就真的是能把这个瘫痪治好，反而是你给它去做手术，不一定有那么好的效果。一些常见的病也是这样的，但就不展开说了。反正我就是反对这种物有之乡这种打着中医的旗号，但是其实干的是反中医的事儿。然后最后呢，别人看到他们这么干，还觉得是中医的问题，其实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啊，这个我们是绝对反对的啊。你如果真的是弄中医呢，你就老老实实的去研究一下学问，把这个逻辑弄清楚，然后你真的是学明白了去用，而不是说，哎，我用的是中医，那好多骗子都是这样干的。简单说这么两句。然后明天呢，我要有时间我就做一个小直播，就聊聊看的那个石板明夫那个视频嘛，他那个视频有值得鼓励的地方，有的方法还有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就确实能达到减肥的效果，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健康隐患啊。我就做个视频，大家可以听一听，就不是那么严肃严谨的东西啊，就是简单讲一讲，包括也分享一些我自己减肥的经验。CMKM 问有个问题和今天讲不是一回事。哦，脚指甲总往肉里长，这个不需要训练。这个呢，你说的这是甲沟炎啊，这个是跟你脚指甲的方法有关系。你老公的这个脚指甲，他不要贴着这个弧线，像我们的手呢是要贴着这个弧线，绞成弧形，然后脚呢是反过来，脚一定要绞成一个这个水平的状态，就是你两边这里要多留一点，然后这里呢是贴着这个肉，这样薄一点，这个留一点点白，然后让它形成一个这样的状态，脚指甲就是这样，这样它这个就不会弯到那个肉里了。啊，如果已经有呢，那你就赶紧去找家庭医生或者是找外科医生去做一下处理。它有这种专门的，就是工具，它可以把那个一个小的呃一般是塑料的，然后贴在这个脚指甲这个两边这个缝里面，然后这样那个指甲长呢，它就会顺着这个就不会掐到肉里面，然后继续长的多了以后，你就给它按水平的去剪，这样它就不会因为那个弧度的问题长到肉里面去了。这就是甲沟炎的预防方法。如果已经有甲沟炎的话，就需要专门的治疗啊，有的会化脓，很严重的，这个是外科常见问题。主要就是跟就是你修剪指甲的这个方法有关系。手是要贴着这个，呃，手指的这个弧线去绞成弧形，然后脚趾千万不要绞成这种弧形，一定是绞成这种水平的，然后让两边多留一点空白，它就避免长到肉里面了。这就是甲沟炎的，我这说的清楚吗？这个是好多这种常识，但是不太有人这个科普。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这个直播就这样吧，昨天把那个评论和来信读了，就不讲那么多。今天就是主要是动作演示，还有母外翻的一些小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直播了，感谢大家观看，下次再见。